舍，让时光融化一切动荡和曲折。旅途上曾携手一路寻找，起伏飘摇，何处才停歇？在你我梦里的家园，手中我的幸福多少都值得守护，远去的梦和迎面的世界，不管多漆黑都要穿越。我们在黑夜里跌撞，曙光中远航，用泪用欢歌笑语将希望点燃，愿与你的乘风破浪，追着明天的理想，也努力让眼前每一个小小的瞬间都灿烂。静怡，你做的烤鸭很好吃。比外面卖的还好吃，你好厉害！我已经教你们妈妈怎么做咖鸭了，以后你们常常都会有咖鸭吃。哇，太好了！哎，律师娘早。早，妈妈早，妈妈早。早。洪律师上班了。是啊，刚刚接了一个客户的电话，匆匆的出去了。那我去忙了。妈妈吃。乖。妈妈，我们吃饱了，我们先上学了。宽儿、瑞儿，最近有没有陌生人跟你们接触？没有啊。记得不能和陌生人交谈。你们上学、放学的时候都要等我们接，知道吗？妈妈，是不是有什么事？别问这么多。到门口等金怡，不要乱跑。妈妈再见。妈妈再见。再见。律师娘，是我是小熊啊！律师，小熊，对不起啊，我还以为是坏人在跟踪我。你为什么跟踪我啊？我不是跟踪你，我是在暗中保护你。保护我？我担心万寿村那边啊会有不知道什么阿狗啊、阿猫啊跑出来抓你啊，所以我就偷偷的在后面跟踪你，保护你啊。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让我知道？你要是知道，你会怎么说？不用了。来，哈哈，我就知道嘛。律师娘啊，虽然说呢我是个粗人，但是啊我还是有一点头脑的。那我决定了，从今天开始啊，不管是上课下课啊，
都由我来护送你，你不可以说不要哦。我们甘榜啊，就种很多水果啊，那有甘蔗啦、番石榴啦、红毛丹啊、白菊菇啊，什么都有。这里来，来一起走。那个男人是谁啊？万寿村的阿呆。来，1、2、3。快点，走走。喂，你干嘛？偷公主啊你！说，干嘛偷公主？误会了，我没偷。误会？你当我是瞎子啊？我明明看到你啊，牵着绳子想要偷公猪啊，不是吗？律师娘也看到了，我们见到的的确是这样。听到了没有？说为什么偷公猪？你是不是要吃拳头才敢讲？干冷静，不要冲动。这种人啊，一定要教训了，不教训不行的。动手打人就是不对。阿呆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你好好的把话说清楚，为什么要偷我们的公猪？我们村里的公猪死了，我们只想借你们的公猪带回去接种。你一句话也不交代，就把我们的公猪带走，这叫偷，不是借。对啊，小偷，会还的。我们帮马达抓贼啊！不，我们把他押回去万寿村讨公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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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讨公道。大家，请冷静，听我说几句。万兴村和万寿村也算是邻居，邻居之间应该以和为贵，吵吵闹闹也不能解决问题。至于他刚才所说的是否真假，大家可以一起到万寿村问个清楚，再做决定。村长，你觉得呢？好吧，就按照律师娘的话去做，不要再把事情闹大。阿雄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处理了。蔡村长，你们村的阿呆跑到我们的村来偷公猪啊！你们想怎样？是不是要带他去给妈打？不要找机会闹事啊！我们万寿村可不是好欺负的。别跟他说那么多了，拼了！哎，我们这次来是要和解的。我们决定把公猪借给你们的母猪，传宗接代，怎么样？你们会这么好使？到底有什么阴谋啊？一定有阴谋！是啊，他们一定是假装借公猪给我们，然后再去跟马达说，公猪呢是我们偷的。马达看见公猪啊在我们村子里，就会来抓我们了。一定是啊！我呸！我们好心要借公猪给你们，你们竟然怀疑我们是骗子，到底想怎么样啊？哎，你们不要是吗？我现在就把公猪送回去，然后把阿呆送去给妈达。就阿呆，哎，等一下，请你们冷静，听我说。他不像是万兴村的人，她是洪大律师的老婆。那你有什么要说的？万兴村是真心诚意要把公猪借给你们，你们不接受，那你们就没有公猪来接种，到头来吃亏的人还是你们。他说的也有道理，我们就相信他这一次，就这样决定吧。回去跟老廖说一声，谢谢他。哦，现在想要借了？
刚才还怀疑我们是骗子，现在好像不太想接了啊！哎，小兄，你别冲动，不如这样，大家把条件说清楚。他们把公猪借给你们，可以得到什么好处？是啊，什么好处？生了小猪之后再送给你们呢。哦，那要等何年何月啊？不如这样，你们先送几只鸡鸭给他们，以后再送小猪，怎么样？我听律师娘的。那好，回去跟我谢谢老廖。好，那你们赶紧啊，给我们的猪哥哥找个猪妹妹吧。走走走走走走。把猪扛回去。来，开。大小哎呀妈呀妈呀妈呀，买定离手啊！呸！我就不相信我会输。小，开。搞错了，我买小开大，我买大开小，我就不信邪。一定要赢了才会。来，土地公，我照旧买小，开。1、2、3，小！我赢了，还钱。嗯，哎呦啊，肖大哥，你这是干什么啊？土地公托梦给你买小银钱，哎，对，土地婆也托梦给我跟你收钱。但是我这手气正转好啊，我赢了现金再还给你嘛。这一次就算有钱，也没有用。痛死我了！请问大哥，求你不要太打我了。我本来有钱还给你的，不过出了点状况，我见钱花水呀。你这个王八蛋，竟敢冒充绑匪要钱，害我被马达抓去问话，还差点被控绑架和勒索啊！哦，原来是你绑走律师娘的。我跟他无冤无仇，我绑他做什么？那是谁绑走他？是一个身上有枪、冷酷无情、没有人性、杀人不眨眼的神秘人。你得罪我金贵，我还给你一点面子；你得罪他，你就会怎么样？死定了！金贵大哥，求求你帮我忙，你跟那个神秘人求钱吧。我都不知道跑去哪里，有怎么救你？哎呦！钱还装傻不还啊？这，捡起来！我叫你捡起来！捡了。自己决定要捡哪里。啊！我剪自己的头发，不如我剪指甲，不如我再剪眉毛啊！来！动手！你干什么？哎呦，你真的是不要脸呐！穿着破衣服、破裤子，到处给人家看屁股，真的是老不休，看了会长针眼呐！你懂什么？这是最新的清凉装。哎，房租什么时候要交？就快了。到底什么时候要交啊？有人叫面呢。哎呦！有没有搞错啊？叫你收拾东西，你还穿袋子？哎呦！真的要跑路啊？不跑的话，我身上的肉会给他钱吗？
里？不知道了，能去多远就去多远了。真的要孩子跟着我们睡街边当乞丐啊？我自己都养不起了，我有办法让他们过好日子吗？日子再苦都可以过的。阿山，你戒赌吧。你别再说了你。老太婆，过来。哎，你不想让孩子吃苦，对不对？那把他们送给洪律师啊。不行，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跑路啊！一分开了，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。哎，你啰嗦你！哎，我决定最多留下2个。哎，你们谁要去？决定一下，还是要跟我去受苦，还是要做有钱律师的孩子？我要留下来。爸，我该帮忙完了，我能赚钱，我可以帮忙养家。你能赚钱啊？那你留下。哎，子聪，你也不要走，我们一起留下来帮忙赚钱养家，这样大家就不用被送走了。你最好去，你有病啊！以后看医生要花很多钱的。我去。嗯，那你去不去？我不知道。芳芳最乖了，让她留下来，她会帮忙我做家务。去洪律师那边有吃有喝，有书可以读的啊。我要读书。嗯。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给洪律师做孩子？我不想离开妈妈，那边吃得好，住得好，还有书读。你留在这里，爸爸爱赌钱，你一定会被卖掉的。可是，已经说好给二姐去了。你照我的话去做。看什么看？爸爸，不要把子聪和菲菲送给人，我会很努力赚钱的。你这么少能赚多少钱呢？爸爸，我真的会很努力的。哎呀，你又看什么看啊？去到别人家里，要听话，要有礼貌。见到别人要大声叫。还有啊，帮忙做家务，吃饱饭后要帮忙洗碗碟，知道了没有？知道了。子聪，以后妈妈不在你身边，你们姐弟俩一定要互相照顾，听到吗？我会的。妈妈，可以吃饭了。出去吃饭吧。那是我的蝴蝶结。菲菲要走了，这是妈妈送给她的。吃饭吧。二姐，等一下。你是不是要我把蝴蝶结还给你？不是，我只想把你的蝴蝶结绑得更美。快坐下。二姐，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帮你绑头发了。我还可以回来帮你绑的啊。你以为还可以回来吗？为什么不可以？我听说啊，那些养母都不疼别人的孩子，动不动就打他们，有些时候还不给他们吃饭。养母有那么坏的吗？她肯定不让你回来的。这也可能是你最后一次见到我。也可能是你最后一次见到妈妈了。我还要见到妈妈。如果你爱妈妈，你就孝顺妈妈最后一次吧。
妈妈最喜欢吃的琼巴乳叉烧包，不如你去买给她吃。嗯。菲菲呢？我刚才看到她跑出去。啊？他跑去哪里啊？我刚才帮她绑头发，她说舍不得妈妈，就哭着跑出去。那怎么办呢？子华，快把菲菲找回来。哦。哎，不要去了，走。哎，你顶上，吃饱跟我走。你要让芳芳去啊？等菲菲回来吧。不要等啦，就放在顶上吧。快点吃了，跟我走，没有时间啦。哎，孩子们都要走了，留点给他们吃嘛。吃什么吃呢？红大绿色酱还有烧肉，还有鸡呢。那子聪吃。大哥，你自己吃吧。不用了，我喜欢吃青菜。哭什么哭了？吃顿饭而已，没有心情了。不要吃了，走。凤凤，爸爸，哎，干嘛？爸爸妈妈，你们把我和芳芳养得这么大，我们要谢谢你们的养育之恩。还有，我们想让红律师做孩子，是因为我们不想拖累大家。我们留下来，大家能够吃的东西就减少了。对，你们留下来吧，我可以少吃一点的。可是我们已经吃得很少了。大哥，你别担心。妈妈，我带你，我一定会好好读书，将来赚很多钱来孝敬你们的。哎，以后赚很多钱要孝敬爸爸啊！乖，要听哥哥的话，学他。我的孩子。哎，走了。不要啊！走。不要啊，妈妈，不要待会你们看到你的新爸爸妈妈，嘴巴要甜点，叫他们爸爸妈妈要大声点，知道吗？听到了。哎，你们很聪明，只要多讨好他们呢，不但有书读哦，将来好日子过。我一定会把好吃的东西带回来的。有前途，走，看。妈，你去了哪里呀？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叉烧包。子聪和芳芳呢？芳芳说你要留下来，她代替你去洪律师家了。炸鸡。他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也不知道。子聪、芳芳，你妈妈今天没来工作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就是我和芳芳的爸爸妈妈了。他们睡了。他们也累了。万山和金鱼怎么说？人去楼空。你有没有问凤仪？问过了，他说他也不知道他们到哪了，还说他们欠了几个月的租金。我到他们住的附近绕了几圈，
还是没有见到他们的踪影。看来他们是存心想要把孩子丢下。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我看只好暂时把他们留下，直到我们找到万山为止。爸爸妈妈，别这么叫。那就叫干爸干妈，快来吃早餐吧。你们那么早起来弄这些？我们不能白吃白住，所以我和芳芳会帮忙做家务。你在读宽儿的书？嗯，我很喜欢读书。喂？啊，等一下，干爸是找你的。谢谢你。喂，我是。确定吗？好，好。是不是有万山的消息啊？他们一家出境到联邦了。那要找到他们恐怕不容易。干爸干妈，我们的妈妈和爸爸跑路了，求求你们释放我们，要不然我们就要睡街头了。我们就要变成小乞丐了。我们还是要设法找回万山。芳芳，既然他们不愿意释放我们就不为难他们了。我会好好照顾你，不会让你饿死街头。我们走吧。不要走，我喜欢这里。他们都不要我们去睡街头，去当乞丐，总比在这里求人好。我们走。不要走，你留下来就可以读书了。你不是很喜欢读书吗？我不想读书了，你不走，我自己走。子聪，哥，你不要丢下我。你们留下来吧，我们一定会安排你们上学。至于收不收留你们，我们迟一点再说。真的吗？谢谢干妈，谢谢干爸。哥，我们可以留下来了。谢谢干爸，谢谢干妈。豆豆嫂，我要汤的，不是干的。对呀，不是煮干的给你了吗？我要的是汤的，不是干的。是啊，我说要多一点辣椒，你却没给我辣椒。我说我要一碗汤，到现在都没煮给我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不收你们的钱就是了。哎，豆豆嫂，哎，送书来了。书都出不来了，就像回唐山的亲戚一样，都不让回来了。啊，给我一碗面，加鱼圆哦。不卖了不卖了，走走走，不卖了不卖了。对。阿创，你怎么把顾客都赶走？你没事吧？宋叔来说，亲戚回了唐山都不让回来了。医生这半年来都没有回信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。你别胡思乱想，吓自己。都是你，当年硬要把他送回唐山，说什么为祖国出力，害他到现在都回不了家。他迟早会回来的。迟早是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啊？
一鸣过几天也要被抓去当兵了。如果2个儿子有什么事，我也不想活了。一鸣是服兵役，不是去打仗，你在担心什么呀？以前在唐山被抓去当兵的，去了就回不来了，你忘了吗？都不知道一鸣在兵营里会不会被人家欺负，他受不受得了兵营里的苦？你快点想个办法，让他过几天不用去当兵。这是强制性的，现在不进去，下批还得进去啊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相信一鸣会没事的。那医生的事怎么办？你快点想个办法，把医生给接回来呀！好，我会去打听了，这还不行吗？我现在回书局去了啊。去了？和同学吃饭啦。哎呀，你过几天就要去当兵了，你竟然一点也不紧张？紧张有什么用？我们是第一批服役军人，里面的情况也没人知道啊，大家根本不知道军人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。你其他的同学他们都不知道啊？都说了，我们是第一批，他们怎么会知道？哎呀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如果我早1年出生，就可以逃过兵役啦，学业也不会被切断2年。哎，等到我们服役出来啊，以前的女同学都快要毕业了，一停就是停2年，到时候啊，也不知道还跟得上吗？哎，不然这样，你说你出水痘，那过几天你就不用去当兵喽。妈，水痘最多2个星期就痊愈了，到时候还不是要进去？不然这样吧，你就假装你得肺痨，那就真的不用去当兵了。医生查得出来的。哎，这样也不行，那样也不行，那该怎么办呢？除非断手断脚，不能跑，也不能扛枪喽。不行啊！哎呀，你放心，你放心，妈在替你想办法。不然……哎呀，妈，我已经够烦了，你可以不要烦我好不好？我也是在帮你想办法逃兵役呀，你还嫌我烦？好，不管你了，不管你了。涛叔，梅雪，是你啊？你没事吧？我担心医生。涛叔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我向一些传言打听过，他们说，现在唐山的确是一片混乱，不但闹饥荒，没得吃，还死了很多人。文艺青年也都送到乡下去劳改，跟外界切断了所有的联系。那我们不是连医生的一点消息都得不到？所以我打算买张飞机票，先飞到香港，然后再进入唐山，希望能够见到医生。你要去唐山？万一你出不来怎么办呢？我听人家把那边形容的好像龙潭虎穴。那如果我不进去的话，又怎能探听到医生的消息呢？凤仪肯让你去？如果让他知道，那肯定去不了。一鸣就快入伍了，为了不让阿芳担心，梅雪，这件事，我需要你帮忙隐瞒，行吗？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凤仪的。谢谢你，我也答应你，无论如何，我一定会把医生给带回来。涛叔，你自己也要小心。
英军的撤出使新加坡的防卫处在极度危险的情况。1967年2月27日，国民服役修订法案首次在国会提出，并在3月14日获得通过。政府宣布，1949年1月1日至1949年6月30日出生的男性公民，必须前往登记办理服役手续。1967年8月17日，第一批符合资格的18岁青年正式入伍。大家早安！今天是我国独立后历史性的一刻，由我国国民组成的军队，就在今天正式成立了。保卫国家是国民的义务。你们是新加坡第一批国民服役的军人，你们要以自己为新加坡第一批军人，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。说的比唱的还要好听，他自己又不去当兵。别乱说话。当兵不像在家里，凡事要靠自己，要小心一点哦。我知道了。饭好不好吃都一定要吃，才会有力气。晚上要早一点睡，需要什么打电话给妈，妈帮你送过去。兵营有兵营的规矩，什么时候吃饭，什么时候睡觉，都有固定的时间嘛。凤爷，他会照顾自己的，你一定要照顾自己哦。我走了。爸，我走了。一切小心啊。明雪，帮我照顾爸妈。我会的，你放心。小心哦，小心啊！喜欢吗？图画不美，我不喜欢。我再帮你选。哎，哥哥，我口渴要喝汽水，你可以帮我买吗？妈妈正在讲故事，她叫我们不要乱跑。可是我快渴死了，不然我自己去买吧。好了好了，我去附近给爱去买，你在这里等妈妈下课，不要乱跑哦。啊。
怎么了？叔叔，你不要紧吧？叔叔，你醒来就好了。你感觉怎么样？来，是你救了我。你刚才好像有晕倒，我才把你扶来这里的。叔叔，要不要我带你去看医生？不用。不过，你可不可以帮叔叔买点吃的？我这里有包，先给你吃。谢谢。来，喝点汽水吧。那你自己呢？不要紧，我可以再去买。那。你真的很乖，叔叔有话想问你。我妈妈找我，对不起，叔叔，我先走了。不要告诉别人你见到我。哦。你跑来这里做什么？我问你，你跑来这里做什么？我跑来玩。说要帮弟弟买汽水，却跑来这里玩，你怎么这么不听话？还不走？贝尔，我们走。记忆凝住了所有美好和不舍，让时光融化一切动荡和曲折。旅途上曾携手一路寻找，起伏飘摇，何处才停歇？在你我梦里的家园。手中握的幸福多少都值得守护，远去的梦和迎面的世界。